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识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铃木裕介医生所著的《心理科医生教您真正的休息方法》这本书。如今许多人在不知不觉中承受着慢性压力和持续疲劳，即使不断休息，疲劳依然无法消除；即使反复放松，压力仍然难以缓解。这类困扰的人比比皆是。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在身心失衡、心理健康受损之前，在您彻底崩溃之前，您必须正视疲劳和压力，积极采取应对措施。能够守护自己健康的人，只有现在的您自己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或许这是最后的机会，在生病之前改变您的生活方式；第二，崩溃之前拜托请休息。心理科医生推荐的4种真正的休息方式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或许这是最后的机会，在生病之前改变您的生活方式。现代社会，越来越多的人身心失衡，导致精神疾病、睡眠障碍，甚至因为心理健康问题不得不休职的人数持续增加。事实上，根据日本疲劳学会的调查，将近80%的人表示自己长期感到疲劳，这无疑是一种异常状态。为什么现代人如此疲惫？我们正在承受过度的压力和疲劳，在无形中被一点点消耗殆尽。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回到家后仍然被各种烦恼困扰，无法真正放松，不知不觉中，心理和精神状态已经疲惫不堪，将所有压力一股脑地扛在自己身上，已经到了极限。如果您正处于以上情况之一，那么您已经处于危险状态，必须正视自己的身心健康。无论休息多少次，疲劳依然无法消除。明明已经好好睡觉了，早上醒来却依然感到疲惫。本来工作、家务和育儿就已经很忙，根本无法休息。从公司回家后，已经处于能量为零的状态，完全没有力气做任何事。如果您处于上述任何一种情况，那么您需要立即采取行动。作者作为一名心理医生，表示在他的诊所中，经常有那些无法处理疲劳和压力的人前来求助。这些人往往无法充分休息，身心已经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。那么当人类的身心无法承受时，会发生什么呢？在很多情况下，首先是身体开始不听使唤。尽管我们在头脑中认为自己没问题，想工作，想见人，但却发现自己早上起不来，或者在通勤路上、回家的途中出现心悸或恶心，甚至无缘无故的流泪且无法停止，身体会变得完全不听话。最终，这些人可能会被迫休职，或者需要某种治疗。因此，在这种身心状况恶化之前，我们需要学会如何有效地休息并恢复。在身体彻底崩溃之前，必须休息；在心理健康出问题之前，必须恢复体力。虽然人们常常提到要好好休息，但问题在于，许多人并不知道如何进行正确的休息。很多人认为休息就是在休息日里睡个大觉，或者什么都不做，随便待在家里。然而，这种方式并不能有效消除疲劳和压力。很多人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：在休息日，尽管睡了很多觉，或者整天懒散地待在家里，但到了星期一早晨依然感到疲惫，疲劳依然没有缓解。这意味着，尽管您觉得自己在休息，但实际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休息。正如前面提到的，现代人中有将近80%的人感到日常疲劳，尽管他们认为自己在休息，但仍然未能有效缓解疲劳和压力。其原因在于，真正的休息其实是一项非常高难度的技能，而许多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。休息并不是简单的事。首先，我们必须意识到，休息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。真正的休息方法需要我们去学习。那么，如何才能有效休息呢？作者认为，正确休息有3个重要的步骤：一、意识到自己需要休息；二、确保自己能休息的环境；三、选择适合自己状态的休息活动。通过这3个步骤，我们才能真正做到有效的休息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步骤，意识到自己需要休息。
为了休息，因为人们往往难以察觉自己的压力，身体也会尽力掩盖它。因此，即使实际上压力已经积累到需要休息的程度，我们也往往意识不到自己需要休息。当我们感到压力时，身体会分泌一种抵抗压力的激素，这些激素会导致血压和血糖升高，使身体进入战斗模式，可以说是在进行提高表现的类似兴奋剂作用。在这种状态下，尽管身体在积累损伤，但由于兴奋剂作用，心身的状态似乎得到了提升，甚至感觉不到疲劳。所以很多人会认为自己根本不累，没问题，不需要休息，继续努力工作。结果3个月左右，抵抗压力的激素终于耗尽，疲劳感和各种身体症状、心理疾病开始出现。也就是说，当抵抗压力的激素枯竭，身体和心灵达到极限时，便会同时崩溃。事实上，我们应该在这种崩溃之前正确休息，但在兴奋剂状态下，压力的存在很难被察觉，因此很多人不休息继续工作，最终导致身体崩溃。这就是我们无法有效休息的原因所在。那么，如何才能察觉到压力呢？答案是不要忽视身体传递的信号，比如头痛、腹痛、腰痛等。这些痛苦不仅是身体的信号，也是心灵受损的信号。当压力积累时，首先表现出来的往往是头痛等身体症状，而不是抑郁或意志低下等精神症状。我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，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身体不适往往是精神上受到伤害的信号。此外，除了对这些身体信号保持敏感外，了解导致心理伤害的压力来源也非常重要。举例来说，生活事件是常见的压力来源之一。生活事件指的是生活中带来重大变化的事件，比如家庭成员去世、结婚、离婚、失业、搬家等。当这些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时，我们往往会在无意识中消耗大量能量，承受巨大的压力。但令人惊讶的是，即使是结婚、怀孕或升职等积极的生活事件，我们也同样会承受压力。换句话说，不论是负面的变化还是积极的变化，我们都会受到相同程度的压力。这也可能导致我们身体或心理出现问题，比如搬家可能引发的搬家抑郁症。很多人可能会认为，成功经营企业会带来无比的喜悦，但实际上，成功后也可能会导致抑郁症。正如这样，任何变化都会给我们带来压力。因此，当环境发生变化时，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，我们首先要意识到自己正在承受着巨大的身心负担，并且要确保自己得到足够的休息。另一个重要的压力来源是日常生活中的小压力。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小压力，虽然每一个单独的事件看起来微不足道，但它们的积累却可能带来巨大的伤害。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特别讨厌的事情发生，但心情却突然变差，这很可能是日常小压力积累的结果。因此，作为应对措施，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感到烦闷或不舒服，建议及时注意到这些感受并记录下来，这样你会逐渐明白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会感到压力或不舒服。这就是明确压力来源。一旦压力来源明确，我们就可以通过减少这些来源来减轻压力。接下来，关于如何正确休息的步骤中的第2步，确保自己能休息的环境。事实上，确保自己有一个可以休息的环境是非常困难的事情。比如，工作非常繁忙，虽然想休息，但因为害怕上司或担心影响业绩而不敢休息，或者感到自己不休息就会显得不够努力、不负责任等。现代人确实很难确保自己有一个能够真正休息的环境。很多人因为无法选择休息，而积累了大量的身心疲劳，最终可能会导致心理疾病等问题。在作者的诊所里，曾经有一些人因为工作太忙无法休息，或者因为上司没有批准休假，或者因为公司氛围不好而无法休息。更普遍的情况是，很多人因为感觉自己应该做更多，不能停下，不能休息，内心深处感到愧疚和自责，导致无法休息。
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发生在那些工作努力、责任心强的人身上。我必须努力工作，我必须为他人做点什么。这些想法让他们对自己产生过高的要求，甚至会为休息感到内疚。然而，这些人必须意识到，他们正面临着巨大的风险，因为持续无休止地逼迫自己，最终可能导致身体无法承受，出现疾病，甚至精神上的问题。我们需要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前意识到，不应该过度在意他人的目光，应该勇敢地告诉公司自己需要休息，脱离那种想要满足他人期待的心态，确保自己有一个休息的环境，并投入时间和精力来满足自己的需求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真正的休息身心，恢复疲劳并治愈内心的创伤。那么，接下来我们来讲解正确休息步骤的第3个，选择适合自己状况的休养活动。正确休息的最后一个过程，就是选择适合自己状况的休养活动。虽然休息了，但如果感觉心情没有平静下来，休息并没有达到效果，那说明这并不是对你来说适合的有效活动。那么，真正的休息是什么样的呢？作者认为，真正的休息是掌握自己身体的需求，并做出回应，从而恢复与自己的联系，使身心能够感到安全和安心。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，您就能获得真正能够带来疗愈的休息。当然，每个人感到安心和安全的状态是不同的，因此您需要仔细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，了解什么能让自己感到安心和安全。作者提到，虽然每个人的休息方式不同，但有一些共同的真正休息的方法是适用于大多数人的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崩溃之前拜托请休息。心理科医生推荐的4种真正的休息方式。第一个由心理科医生教导的真正休息的方法是培养内在感知，学会更好地捕捉身体的需求。我们需要增加关注身体感受的机会。您的身体到底在向您传达什么需求呢？您要仔细倾听身体的声音。然而，现代生活中充满了许多分散我们注意力的东西，使我们关注身体感受的机会逐渐减少。例如，智能手机和各种数字设备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虽然这些设备方便了我们的生活，但它们也夺走了我们的注意力，让我们的注意力始终处于分散的状态。结果，我们越来越少关注身体感受，许多人已经无法听到自己身体的声音了。因此，我们也变得频繁地检查设备，时刻关注有没有人发信息。我们不断地关注手机，导致我们的注意力被大量吸走，沉迷于社交媒体和信息交流，忽视了来自身体的疲劳、痛苦和压力等信号的情况也在增加。因此，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够重新关注自己的身体感受，例如，注意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并给予适当的照顾是非常重要的。意识到自己有头痛、容易感冒、腹部容易露出等症状，当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而且，注意到自己的身体某一部位感觉不适，比如脖子有点僵硬、手臂有点紧、腰部有些沉重等，也同样是很重要的。为了准确捕捉身体的需求，内在感知是非常关键的。内在感知是指身体内部的感觉，例如心脏跳动的感觉、背部发凉的感觉、胃部紧缩的感觉等。与外部世界通过五感获取的外受容感受不同，内在感知来自我们身体内部的信息。为什么内在感知如此重要呢？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的幸福感和安心感，是感情的根源。如果内在感知不能正常发挥作用，人容易产生焦虑和抑郁情绪，也容易患上与各种压力相关的疾病和生活习惯病。近年来，脑神经科学领域对内在感知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。然而，现代人被各种事物分散了注意力，导致内在感知变得迟钝。因此，大家需要开始练习将注意力集中在身体内部。首先，可以从头顶到脚趾，仔细关注自己身体内部的感觉，检查身体的各个部位，看看是否有任何部位感到紧绷或不适，或者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。如果有，试着集中注意力感受这些部位，并关注这些感觉，
同时，身体扫描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，这与内在感知非常相似。身体扫描是一种正念冥想的方式，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身体的各个部位，帮助我们察觉当前身体的感受。这种方法有助于促进放松，减轻压力，效果显著。做法非常简单，大家可以试试。首先，采取一个放松的姿势，闭上眼睛，将注意力集中在自然的呼吸上，做几次深呼吸，放松身体。当准备好后，从脚趾开始，将注意力集中到脚部，观察脚部的感觉或不适感、温度等。接着逐渐将注意力移到脚踝、膝盖、大腿等部位，每个部位保持几秒钟到几十秒的注意力，感受这些部位的感觉。继续这个过程，逐渐扫描整个身体，依次扫描腰部、背部、腹部、胸部、肩膀、手臂、手腕、脸部等身体各个部位。在每个部位，注意感受是否有紧张、放松、疼痛或舒适等感觉。最后，将注意力集中在全身的感觉上，观察全身现在的感受，将注意力回到呼吸上，在放松的状态下结束身体扫描。事实上，如果您在睡前尝试做身体扫描，你会发现，通过做身体扫描，整个人的紧张感得以释放，产生放松效果。接下来，我想介绍第二个由心理科医生教导的真正休息的方法。当生活变得艰难时，收集那些曾经支持您的东西。大家在过去的生活中，肯定曾面对过各种各样的困难。然而，即便如此，我们能坚持到现在，正是因为在困境中，总有一些支持我们让生活变得更轻松的力量。那些帮助我们克服困难的支持，不仅是内心的依靠，也是我们感到安心、能够正确休息的关键。比如，可能是您最喜欢的毛绒玩具，无论发生什么都能给您温暖的朋友，让您充满勇气的兴趣爱好，表达您心情的歌曲，激励您的电影或电视剧，在大自然中的散步，或是你养的宠物等等。每个人都有某种能够提供支持的东西，有些可能只是起到安慰作用，而有些可能真的在关键时刻拯救了您，成为了您精神上的生命线。这种能够给我们提供安全感和依靠的资源，我们称之为资源。当我们回忆起这些资源，或者感受到它们时，胸口或腹部的不适感会减轻，肌肉的紧张感也会放松。当生活变得艰难，面临过多的压力和疲惫时，只要有这些资源在，我们就能够克服困境。不过有些人可能会想，我自己好像没什么特别的支撑，自己能够依靠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？如果你有这样的疑问，可以尝试问自己几个问题：在生活的关键时刻，是什么支撑了我的内心？面对困难时，为什么我能坚持到现在？过去，我是靠什么才度过难关的？这些问题有助于你发现自己曾依赖的资源。一旦意识到这些资源，就可以把它们记录下来，放在身边，随时可以回忆起来。大家一定有过那样的记忆，想起曾经最闪亮的自己，或者那些非常开心的时光。回忆这些正面的记忆，实际上会帮助您释放幸福荷尔蒙，像是血清素。这些神经传递物质的分泌能够帮助减轻压力，缓解疲劳，让心情平复下来。有研究表明，当人们故意回想过去的愉快事件时，仅仅14秒后，压力水平就会显著下降，甚至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的分泌也会受到抑制。所以，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是任何时候都有效的做法。无论是学生时代与朋友的欢笑时光，还是那些爆笑的瞬间，甚至是曾经去过的地方，或者是别人夸奖和认可您的时刻，这些回忆会在您的脑海中制造出幸福的感觉。如果您能看着曾经的照片或视频来回忆，效果会更好。人生难免会有精神低落的时候，或者疲惫到几乎无法行动的时候，在这些时刻，建议您准备一本照片集或视频清单，里面包含那些美好的回忆。等到您心情低落时，可以默默地翻看这些回忆，它们一定会成为您心灵的支柱。
接下来，我想介绍第3个由心理科医生教导的真正休息的方法，增加与人类以外的连接。在我们追求幸福的生活中，良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。当您遇到困难时，能伸出援手的人，可以信任的人，在一起时能感到安心的人，若能被这样的人围绕，我们可以感到幸福，每天都能充满活力和积极的生活。当然，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，但它既能带来幸福，也可能带来不幸。人际关系中总会伴随一些麻烦，可能会有被重要的人背叛，或者对曾经尊敬的人感到失望的情况。另外，也有一些人可能一直在寻求良好的人际关系，但总是无法建立亲密的友谊或信任关系，或者在与他人建立联系时感到抗拒。对此，作者提到，连接的对象并不一定非要是人类，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方式实际上有很多种。例如，和宠物或其他动物建立连接是非常棒的一种方式。确实，有些人可能并不太喜欢人类，但他们非常喜欢宠物或动物。正如之前提到的，要为克服困境准备心理支撑。很多人在困难时，宠物成为他们心灵的支撑和生活的动力。首先，宠物给我们无条件的爱。人际关系常伴随争执和变动，而宠物则始终如一地给予我们爱。尤其是狗和猫等动物，它们能敏感地察觉主人的情绪，常常会靠近安慰我们。这种无私的爱对那些在艰难时刻感到孤独或否定自己存在的人来说，往往是一种巨大的慰藉。确实有许多人在经历极度痛苦时，会考虑结束自己的生命，但他们又会想到，如果自己不在了，眼前的宠物会怎么办？他们无法独自生活，如果不照顾他们，他们将无法生存。这种思考使得宠物成为生活的动力源泉。此外，宠物的存在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节奏和目的，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。照顾宠物可以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习惯，例如，早晨的散步、喂食时间和玩耍时间等日常活动可以帮助维持规律的生活节奏。这种节奏在心理上也能起到支撑作用，特别是在精神上困难的时期，能够让我们拥有每日的目标感和责任感，从而有助于情绪稳定。对于独居的人来说，照顾宠物可以缓解孤独感，并帮助他们在生活中找到意义。此外，与宠物的互动也能带来心灵的治愈。抚摸宠物或与宠物一起玩耍，可以减少压力激素皮质醇的水平，并促进放松激素催产素的分泌。这一过程已被科学证明，催产素能够带来心灵的宁静和幸福感，并有助于身心放松，尤其是在精神不稳定或压力过大的时候，这种激素的作用尤为重要。而宠物的天真行为和可爱的模样，则能为日常生活带来小小的幸福感。与宠物相处的时光为我们提供了心灵的休息和恢复，帮助我们在困难的时刻找到希望和喜悦。宠物治疗这种方法通过与动物的接触来减少焦虑、缓解压力，并改善抑郁症，已经成为一种被广泛认同的治疗方式。宠物在我们的生活中提供了巨大的治愈力量。如果有人在居住的公寓里不能养狗或猫等较大的动物，可以考虑养一些更容易照顾的小动物，比如仓鼠、乌龟或金鱼，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除此之外，除了宠物，与自然的连接也是一种非常棒的方式，直接与人的幸福感相关。我们常常称这种为共同体感。当我们感受到自己是整体的一部分，和整体共同生活时，内心会感到安慰和安心。这对人类来说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感觉。例如，在自然丰富的地方散步，感受风的吹拂，或者站在令人叹为观止的美景前时，都会感受到与自然的连接。自然能够令人放松，减轻压力，因此尽可能的与自然建立连接是非常有益的。还有一种方式是与已故亲人的连接，回忆起那些对我们重要的人的存在，想象他们仍在看着我们。接下来，我想介绍第4个由心理科医生教导的真正休息的方法，无论何时都不忘保持玩心。
当我们面临极度困难、压力过大、精疲力尽，甚至感觉人生陷入困境时，玩心显得尤为重要。在艰难的时刻，拥有幽默感和玩心，能够帮助我们克服危机。很多人在最艰难的时刻，正是凭借幽默和玩心，成功度过了难关。实际上，幽默感能够激活交感神经，提升我们应对困境的能力。当处于困境时，我们容易感到无力和绝望，内心也可能会变得麻木。但在这种状态下，我们往往无法发挥出自己最好的能力，可能会被眼前的困境压倒。作者提到，面对困难，幽默是非常重要的。经历过重大失落或绝望局面的人，常常会说一些不合时宜的幽默话语，甚至以一种开玩笑的态度来应对艰难局面。作者表示，正是这种幽默精神帮助他度过了许多难关。每个人都会经历人生中的危机，但能否从危机中走出来，心态非常重要。如果在绝望中放弃，而不是选择保持幽默和玩心，积极面对挑战，那么我们克服危机的机会就会大大降低。困难的时刻不会永远持续下去，总有一天，生活会迎来转机。相信这一点，无论何时都不要忘记保持玩心，勇敢地面对人生的痛苦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